接着学习袖子，分为袖边、袖身和袖衫3部分。袖边采用上下针交替起针的方法起针，来回往返编织单螺纹，方法与后片下摆类似，大家将其完成。袖身开始需要换线，第一行需要至右加针进行加针，后面需要在对应行数两侧加针。中间部分按照前片的织法编织这样的花纹。用到的新针法是右加针和左加针，具体织法请看下面视频演示。下针右加针，通常情况线圈下方是辫子，先挑这个辫子右侧一根线，织一针下针，这个就是加出的一针，然后继续穿入这一针的线圈，织一个下针，这样下针右加针就织好了。可以发现，在一个辫子内织出了2个线圈。我再演示一次。先挑下方，辫子右侧一根线，织一个下针，然后挑起这个线圈，再织一个下针即可。如果线圈下方是横线，就挑横线的右侧织下针。再挑这个线圈织下针即可。我再演示一次。先挑横线右侧织一个下针，再挑这个线圈织下针。以上就是下针右加针的编织方法。下针左加针，通常情况线圈下方是辫子，先挑这个线圈织一个下针，然后找到线圈下方第2个辫子，左针从左往右挑起这个辫子左侧一根线，然后织一个下针，左侧这一针就是加出的一针，这样下针左加针就织好了。完成后织袖衫，在两侧减针，方法与后片腋下减针类似，大家参考之前的演示，对照图纸将其完成。最后边织下针边扶针收针，具体收针方法请看演示。边织下针边收针，一般织完大平针后，在正面可以用这种方法。这种情况收针时，先织2个下针，然后左针挑起前一针，
盖过后一针，这样就收好了一针。继续织一个下针，然后左针挑起前一针，盖过后一针，这样就又收好了一针。我继续将它们收完，每次都是织下针进行收针。现在还剩一个线圈，拉大线圈，然后预留线头断线，线头长度根据织物的具体情况而定。通常只要预留10厘米左右即可。将线头从线圈中穿过，拉紧。这个就是边织下针边收针的方法。无论哪种收针方法，结尾固定线头的方法都可以参考这里的演示，并且全部完成后，如果不是特定预留长线头用于缝合，这样的短线头可以在反面顺着织物的纹理收一下。尽量不要影响正面纹理。收线头时，可以将整个线头全部收完。完成后，正面朝外，将袖边及袖身侧边缝合起来。方法与前后片、身体及下摆缝合方法相同，大家将其完成。最后将袖衫与胸片袖洞位置缝合起来，注意腋下位置对应，两侧织片均匀对接。袖衫中间位置与肩部缝合位置对应，多出的部分需要在肩部两侧形成褶皱。腋下位置按照针与针的方法缝合。袖衫侧边与胸片侧边，以及袖衫顶部与胸片位置按照针与行的缝合方法进行缝合。这里多余的部分均匀向两侧形成褶皱，让袖衫形成这样隆起的效果。缝合时，胸片一侧直接挑边缘的洞眼进行缝合，袖衫折叠的一侧缝合时需要向下同时挑这3层织片，一起缝合。
挑针的时候不要漏掉任意一层，以防止形成痘眼。大家缝合的时候，可以将褶皱用记号扣固定好，边缝边调整，防止褶皱有偏斜。大家也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折叠褶皱，只要缝合美观，整体纹理平整就可以。具体缝合方法可以参考下面视频演示，学会后将袖衫缝合好。针与针都是收针状态下常用无缝缝合的方法，可以将其中一个织片结尾预留长线头，将线头穿好缝针，位于后侧，从靠近自己没有线头的织片上出针，也就是从边缘这一针的中间出针。再从后面这个织片边缘一针的中间出针。然后每次都是从前面这个织片上挑8字。从后面这个织片上挑倒8字，缝几针后可以看一下缝合的位置形成了辫子纹理。如果拉紧，就成了无缝缝合，看不出缝合的痕迹。大家可以根据喜好决定是否拉紧。我继续将这里缝完。这样就缝好了。如果针是收针状态，需要与行缝合。
针这一侧就挑8字。行这一侧就挑横向度线。并且如果行数多于针数，就根据情况在适当位置同时挑2根横向度线。如果不需要缝出来辫子效果，就将线拉紧即可。到这里，袖子就讲解完了。下面学习门襟，分为左门襟和右门襟。在前片不加不减编织的这个侧边挑针，往返编织单落纹。右门襟还需要留出扣眼。用到的新针法是挂针，右上2针编1针和左上2针编1针。请看我演示具体的编织方法。这里我用小样演示，具体针法不做参考。以右门襟为例，在正面右侧挑针，开始穿入起针位置，挑1针，然后穿入背人2针之间的洞眼进行挑针。大致按照6个洞眼挑5针的规律挑针。具体大家也可以按照实际情况调整，只要保证织片平整美观即可。结尾是划针的尖端，这里没有1横的符号表示下针，直接对应挑1针就可以。完成后可以核对一下针数，总针数应为双数。第1行就完成了。继续织第2行，开始是划针，这里反面织划针，将线放在针的上方，从右往左挑下线圈，稍微拉紧，划针完成。继续对照图纸编织相反针法。结尾针织上针，第2行完成。接着织第3行，开始是划针，正面编织划针，线放在针的后方，从右往左挑下线圈，划针完成。继续对照纹理编织单落纹。结尾针织下针，
第3行完成。后面的行数就按照第2到3行的织法往返编织，注意正面开始划针，线放在针的后方，反面织划针，线放在针的上方。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往下编织。编织过程中还需要留出扣眼，这里我演示一下扣眼的织法。扣眼的位置大家可以参考图纸，也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用记号扣标记好位置。知道扣眼位置，先织一针，右上2针并一针，右针将左侧线圈以下针的方式挑下不织，左侧织一针下针，再将不织的一针挑下，右上2针并一针完成。继续织一针挂针，将线从前向后挂在右针上，挂针完成，再织一针，接着织一针左上2针并一针，右针从左向右同时穿入这2个线圈，织一针下针，左上2针并一针完成，这样扣眼部分就织好了。后面扣眼就按照这样的方法编织，继续对照图解织完这一行。接着织下一行。遇到挂针部分，按照规律对应编织即可。看一下下方形成这样的扣眼，后面继续往返编织单螺纹，最后在正面单螺纹收针。具体收针方法请看演示。单螺纹收针，也就是通过移动右针来变换线的位置。通常织完单螺纹后，就可以用这种收针方法。我这里是一个单螺纹小织片，先织2针和下方纹理相反的针法。这个小织片，第1针下方是辫子，第2针下方是横线，因此先织一个上针，再织一个下针，然后将前1针盖过后1针并挑下，这样就收掉了1针。继续织1针和下方纹理相反的针法，这里是辫子，应该织一个上针，织之前左手捏住右针线圈底部，将针取出，放到线的下方后穿回线圈，然后织上针，再将前1针盖过后1针，这样就又收掉了1针。继续织1针和下方纹理相反的针法，这里是横线，应该织一个下针，织之前将针取出，放到线的上方后穿回线圈，织一个下针，再将前1针盖过后1针，这样又收好了1针。每次都要编织和下方纹理相反的针法，并且织之前
都要通过移动右针变换线的位置。织上针时，线在上方；织下针时，线在下方。我们继续将它们收完。还剩一个线圈时，固定并藏好线头即可。这个就是单螺纹收针的方法。这样右门襟的编织就讲解完了。左门襟在左前片边缘调针往返编织单螺纹，最后进行单螺纹收针。方法与右门襟相同，不需要留扣眼。大家参考之前的演示，对照图纸将其完成。这样门襟就讲解完了。下面学习领子，分为底层领子和表层领子两部分。先织底层领子，在前后片领口位置调针，往返编织。编织过程中还需要引返编织，请看我演示具体的编织方法。先调针，这里我用小样演示，不做具体参考，大家以手里的实物为准。在正面调针，先对照图解，在右前片上均匀调出对应的针数。注意门襟位置不调针。大家注意不要调错位置。小样这里针数随机。接着在后片及左前片上调出对应的针数。门襟位置不调针，大家将其完成。调针完成后，后面对照图解往返编织。我们将后片的反面对应的这一面作为正面，正面织下针，反面织上针。第二行结尾开始引返编织，这里按照加针的引返进行编织。具体织法可以参考下面视频演示，学会方法后对照图解编织即可。加针的引返编织，例如这个图解，从第二行开始引返，结尾先预留这一侧需要引返的总针数不织。我已经织好了第二行，第三行开头织有节的划针，有节的划针和前面这里相同。
然后要预留。这一侧需要引反的总针数不知。第4行，先织完有节的划针位置，然后多织对应的针数，我这里多织5针。往后引反位置的每一行，结尾都要多织对应的针数。也就是织完有节的划针位之后，再多织对应的针数。按照这样的方法，将这里的11行织完。最后一行织完有节的划针位之后，多织4针，刚好将所有线圈织完。引反编织完成后，往返编织大平针，并在两侧进行加针。后面一部分需要在两侧引反，每次引反1次。遇到有节的划针，按照之前演示的引反编织的方法进行编织就可以。两侧继续加针。大家对照图纸将其完成，最后在正面编织下针并收针，大家将其完成，这样底层领子的编织就讲解完了。接着学习表层领子，分为方形划片、三角划片及补角部分。先钩织方形划片，接着钩织三角划片，并在钩织过程中与方形划片连接起来。然后完成补角部分，并与底层领子缝合起来。先学习方形划片，采用环形起针方法逆时针绕圈钩织。用到的针法有锁针、中长针、引拔针、长针和短针。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
先环形起针，接着钩第一圈，先立2针锁针起立，算作1针中长针，接着在起针的线圈里钩15针中长针。完成后垂下线圈，这里注意线圈不要拉紧，留出一个洞眼。最后在起立针最上方锁针上雕2根线引拔，拉紧，第一圈就完成了。我们将纹理青丝的一面作为正面，起针的线头在反面藏几针断线。接着钩第2圈，先立1针锁针作为短针的起立针，然后在上一圈引拔入针位置钩1针短针，7针锁针，跳过3针，跳针目钩1针短针，往下继续间隔3针，对应钩短针，之间7针锁针过渡。最后在开始的短针上引拔结束。第2圈完成，继续钩第3圈，先立1针锁针起立，在左侧锁针洞眼里钩1针短针，9针长针，1针短针。下面在剩余锁针洞眼里钩织这样的针法。完成后，在开始的短针上引拔结束。第3圈完成，接着钩第4圈，先立1针锁针起立，可以钩得松一些，在左侧长针上钩1针短针，5针锁针，跳过1针钩1针短针，继续间隔1针钩1针短针，之间5针锁针过渡。钩完长针位置，再钩5针锁针。我们将已钩织的部分当做一组，继续在长针上按照这一组的钩法钩织。
最后一个短针完成后，两针锁针，在开始短针上钩一针长针连接。第4圈完成，继续钩第5圈，先另一针锁针起立，在下方洞眼里钩针短针，5针锁针，左侧锁针洞眼里钩针短针，往下继续在锁针洞眼里对应钩短针，短针左右均是5针锁针过渡。最后钩长针连接。第5圈完成，后面的第6圈按照第5圈的钩法钩织，注意4个角位置的锁针数较多，不要钩错。最后一圈在锁针洞眼里钩织对应的针法。需要注意的是，3个方形花片中间的一个4个角位置，也就是角尖端的这个锁针是3个。两侧方形花片有一个角锁针数是5个，分别在两侧下方角位置。大家钩织时注意对照图纸，不要钩错。最后一圈完成后，预留5厘米线头断线，在反面藏好即可。大家将其完成。到这里，方形花片的钩织就讲解完了。下面学习三角花片，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往返钩织，钩织过程中与方形花片拼接起来。用到的新针法是长长针，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先环形起针，接着钩第1行，先立2针锁针起立，在线圈里钩8针中长针，完成后收一下线圈，同样注意不要拉太紧。第1行完成，我们将纹理清晰的一面作为正面，接着钩第2行，先立一针锁针起立，翻面，挑下方针目钩针短针，注意反面时针目在左上方，起针锁针，跳过3针钩针短针，起针锁针，最后在起立针上钩针短针。第2行完成，后面的第3到4行继续对着图解往返钩织，钩法与方形花片对应圈数类似，注意间隔的针数及入针位置，大家将其完成。下面我演示一下第5行，这一行需要连接方形花片，对照图解将花片摆放好，左侧5针锁针的角放在左下角，
右侧对称摆放。想让这里先连接左侧这2个花片，先立4针锁针起立，翻面，在中间花片左下角锁针动眼里钩短针连接，将花片反面相对进行钩织。完成后，在当前花片左侧锁针动眼里钩6针长针，下一动眼里钩1针短针，2针锁针，继续在中间方形花片左侧锁针动眼里钩短针连接，2针锁针，回到当前花片，在下一锁针动眼里钩1针短针，2针锁针，方形花片上连接下一个动眼，继续钩2针锁针，当前花片继续在左侧3个锁针动眼里分别钩1针短针，之间5针锁针过渡。完成后，继续连接左侧方形花片与三角花片相接的这一条边，找到中间这个锁针动眼，按着右侧这2个位置的连接方法进行连接。继续对照图纸钩完最后一个锁针动眼里的长针。完成后，在左侧方形花片角的动眼里钩短针连接，回到当前花片，在短针上钩1针长针，绕线2圈，穿入，将线钩出，依次绕线穿过前2个线圈，重复3次，长长针完成。第5行就钩好了，并连接了两侧方形花片的部分位置，进行断线。线头均可以在反面收好。接着钩第6行，找到正面左侧这个连接的短针，翻面
在其上挑2根线接线。钩5针锁针，左侧锁针洞眼里钩1针短针，9针锁针，下一洞眼钩1针短针，2针锁针，左侧连接的短针上钩1针长针。第6行完成，最后钩第7行，先钩1针锁针，翻面，与中间花片左侧锁针洞眼钩短针连接，然后在当前花片下方锁针洞眼钩针短针，左侧锁针洞眼钩7针长针，3针锁针和7针长针，左侧洞眼钩1针短针，与左侧方形花片这个锁针洞眼连接，1针锁针，在下方同一洞眼引拔断线。第7行完成，并连接了2个位置，这样一个3角花片就钩好了。另一个3角花片在右侧2个方形花片中间钩织并连接，方法相同，大家对照图纸将其完成。到这里3角花片就讲解完了。下面学习补角部分，分为3个部分。先在右侧方形花片上往返钩织，然后在左侧花片上往返钩织，完成后继续锁针起针往返钩织，并与花片连接。这里补角部分的钩法，大家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，将表层花片对比底层花片空缺的部分进行补足，形状贴合，纹理美观就可以。这里2侧方形花片上的钩织，大家对照图纸将其完成。注意右侧花片上的部分结尾断线，左侧花片上的部分结尾不断线，大家将其完成。下面我演示一下最后一部分的钩织。接着左侧花片上补角结尾的线，对照图纸钩织对应数量的锁针。完成后，在另一侧花片上方最后一行边缘短针上引拔连接。注意锁针尽量不要扭转。从正面穿入，接着立1针锁针起立。
旋转织片。这一行在反面钩织。在下方锁针上挑1到2根线，钩一针短针。9针锁针，跳过3针，钩针短针。往下对照图解钩完这一行。注意跳过的锁针数。最后一针短针完成后，在左侧大概位置钩一针引拔针，然后翻到正面。在左侧9针锁针洞眼里钩7针长针。2针锁针，在左侧方形花片这个角位置钩短针连接。2针锁针，然后在这个3角花片角的锁针洞眼里连接，继续钩2针锁针，回到当前锁针洞眼，再钩7针长针。左侧洞眼里钩一针短针，5针锁针，左侧洞眼钩一针短针，下面在方形花片这一条边和两侧角的洞眼里钩短针连接，对照图纸往下钩。角的洞眼连接完成后，5针锁针，1针短针，在左侧锁针洞眼里钩7针长针。2针锁针，3角花片洞眼连接，2针锁针，
在这个方形画片角位置逗眼连接。两针锁针，当前位置再钩7针长针，完成后，在左侧偏下位置边缘钩针引8针固定。断线，完成后看一下，两侧有这样较大的洞眼，这里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或喜好将其补足。挑大概位置钩织，使织物不会留下较大的洞眼即可。大家将其完成。另一侧同样将其补足。最后断线，将线头在反面藏好，这样补角部分就钩织完成了。最后将表层领子正面朝上，补角位置与底层领子挑针处对应，这一位置挑前后片挑针边缘缝合起来，也就是与表层领子颜色相同的边。其余3个边与底层领子边缘对应缝合，使用表层领子的线缝合。方法没有要求，固定牢固美观就可以。反面也尽量不要露出太明显的缝合痕迹。大家将其缝合完成。到这里，领子就讲解完了。最后学习装饰，包括樱桃和扣子。小马樱桃有6个，大马樱桃有10个。单个樱桃包括果实、叶子和连接，完成后缝合在左右前片花样居中位置。先钩织果实，再用环形起针的方法逆时针绕圈钩织，钩织过程中需要填充。用到的新针法是短针加针和短针减针，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先环形起针，完成后立一针锁针起立，线圈里钩6针短针，
收一下线圈，这里线圈注意收紧。最后，在开始的短针针目上引拔结束。第一圈完成，我们将纹理清晰的一面作为正面，接着钩第二圈，先立一针锁针起立，在下方引拔的入针位置钩一针短针加针，也就是在同一位置钩2针短针，线头一起收一下。短针加针完成，继续对应钩短针加针，钩完这一圈。最后引拔结束。第二圈完成，后面第3圈一一对应钩短针，完成后将正面翻到外侧，加入一点碎线头，下面我演示一下最后一圈，先立一针锁针起立，接着钩一针短针减针，先穿入左侧针目的前半针，也就是这样一根线，再穿入相邻针目的前半针，将线勾出前2个线圈，再绕线依次穿过，短针减针完成。这种只挑前半针钩减针的方法称为隐形减针。用这种方法钩织，织物整体更精致。继续钩一针短针减针，依次穿入左侧2个针目的前半针，将线勾出前2个线圈，再绕线依次穿过，短针减针完成。继续钩完这一圈。钩织时注意钩带稍微紧一些。最后引拔结束。预留15厘米线头断线。如果觉得填充较少，可以再加入一点线头，可以借助剪刀辅助。线头穿入缝针，下面积极收口，依次穿入最后一圈针目的前半针，然后抽紧，按压平整。线头在织物里收好。这样一个果实就扣好了，其余果实按照同样的方法钩织。接着学习叶子，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，
逆时针绕圈钩织，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先锁针起针，完成后立一针锁针起立，从倒数第2针开始，挑上方半针对应钩2针短针，2针中长针，2针短针，一针引拔针，椭圆形引拔针表示不拉紧，继续钩2针短针，2针中长针，一针短针，最后一个锁针上钩3针短针。到了起针另一侧，挑锁针剩余的2根线，钩织与这一侧对称的针法，线头一起收进去。最后一个锁针上钩2针短针，最后引拔，不拉紧，预留10厘米线头断线，收针，从引拔入针位置左侧第2个辫子下方将线勾出，穿出线头所在的辫子，继续勾出，调整一下，这样收针表面看不出引拔痕迹，纹理更美观。线头在反面藏好，我们将纹理近似的一面作为正面，叶子就勾好了。下面需要将果实和叶子连接起来，取出钩织叶子的线，在果实的收口位置，挑大概位置接线，然后钩4针锁针，在叶子背面中心挑2根线钩针短针，继续钩4针锁针，在另一个果实收口处引拔，拉紧，断线，
线头在织物里收好。这样整个樱桃就做好了。最后将樱桃缝合在最右前片花样中间位置，使用钩织叶子的线，在叶子反面与织物缝合固定，固定中间及两侧即可，表面尽量不要露出太多缝合痕迹，在反面打结藏线。其余位置不固定，大家将其完成，这样樱桃就讲解完了。最后在门襟上固定扣子，将门襟重叠对应，在扣眼对应的位置标记好，使用编织门襟的线缝合扣子，大家将其完成，这样装饰就讲解完了。到这里，整件衣服就讲解完毕。如果大家在编织的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。苏苏姐家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